正式开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交朋友赛的2人小队的 PK 赛。2人小队首先对战的2支队伍，他们分别是小丽和小高以及爱口不菜。首先上场的2人小队是小丽和小高。2位是怎么组成一队的？我俩是通过王子涵认识的，对吧？是啊，他算是王子涵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吧。那不是，我这人挺物质的姐。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第一印象怎么样？火锅，我就记得是吃火锅那个。哦，我也记得吃火锅，吃火锅他就跟那个虎牙在聊原生家庭，你们俩比谁原生家庭更惨。对。我是觉得他有点傻乎乎的那种感觉。我想这么的，我放弃了10票，让罗老师给我鞠个躬。不知道他在干嘛。其实我昨天说想打的贾浩算咖位比较小的，就脑子可能有点傻。我怕他把我赢了，我就没跟他说。就感觉人蠢蠢的，就我以为不睁眼的人是爱思考，但后来发现他就是睁不开。你们觉得好朋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有权有势，有地位。你现在交到这种朋友了吗？没有。对于2位来说，友情是什么？啥也不是，是依赖和支持吧。这个显得我太不幽默了。不是，你本来就不幽默呀，怎么显得你？2个人一起比赛会比自己比赛更有力量吗？我会感受到有。我也感受到有，因为我寻思能让给我写俩梗啥的。这件事跟小丽姐提及了吗？提及了，但你别给我剪进去啊！你是给我剪进去，那我成啥了？这段掐掉，这段不行啊！承认真实的你自己。有约好后面一起去创作吗？我都叫他今天先别聊这些，休息一下再说吧。就是有点就是太过了。这种人，这是典型的侥幸心理啊！咱们不要学到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这个锱铢必较，步步为营啊，天天向上啊！他的稿我看了，不要饿这么长时间。看吧，看就知道了，看你就知道啥叫王小丽了。我看小丽姐的稿太震撼了。我现在写的目的就是别拖小丽姐太多后腿，你看那稿就知道了，智慧接近真相。让我们掌声有请王小丽、高涵。这没有什么凝聚力的感觉。这俩都这么钟情。小丽和小高，无招胜有招。接下来要出场的队伍是爱口不菜，有请爱口菜菜。我们是 Echo 不菜古灵精怪，救命！另一组冷静的可怕。我特别想问一下小丽和小高，你们2位是怎么组成的这支战队呢？本来我是要跟Echo 和菜菜我们组成3人队的啊，但是3人队的名额被抢完了。那我走还是咋的？我们甚至名字都取好了，一口利口菜，把高涵打败。爱口和菜菜生活当中本来就是好朋友哈。对。那么你们怎么评价对方是你什么样的朋友？我觉得菜菜更像是我的天才女友，真的，因为
对，因为他有时候看节目，他会担心说自己在台上的状态够不够啊。我说，其实你就是代表了我们所有女观众的天才女友，你就是静静的、悄悄的，然后在那里，发掘生活的很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就让他就是充满信心。菜菜呢？我觉得我和 Echo 是那种互相掌握了对方最多黑料的朋友啊，就是因为我们两个说话就是彼此很交心嘛，说话的时候很放松，就感觉什么都可以说，可能就很舒服和他待在一起的时候。好，所以组成了这样的战队之后，我们非常期待2人战队的第一仗到底现场会打成什么样子。首先派出表演的是小丽和小高，这位朋友呢，他的表演很有风格。怎么说呢？叫做又狂又怂。掌声欢迎高寒。朋友们还有2楼的朋友，晚上好，我叫高寒。然后咱们这个赛段是交朋友赛。其实我最好的朋友是高中认识的，他叫小雨。小雨是常年的倒数第一，他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上课睡觉，我们班主任一个非常暴力的中年男性质问他：“你知道上课睡觉是不尊重我吗？”小雨说：“啊，睡觉咋不尊重你了？又没跟你睡觉。”他说完，全班都不困了。小雨很让人难忘，但高3更让我难忘的是百日誓师。你们知道啥是百日誓师不？好，10来个人上过高3特别好，特别好。就是还有100天高考了嘛，那个校长就找个人过来演讲。第一个环节是感恩父母，那个讲师在台上，孩子们呐，想想家里那碗热腾腾的米饭吧，你该感谢谁呀？我说那肯定是袁隆平啊。孩子们呐，想想家里那盏亮着的电灯吧，你该感谢谁呀？我说那肯定是国家电网以为我要说爱迪生，格局小了。而且我不爱吃米饭，我爱吃泡面。为啥呢？因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每桶茄皇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孩子们呐，我该感谢谁呀？感谢茄皇。我不感动是因为我爸妈完全不管我。2017年的夏天，他俩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儿子，过2天就高考了，你还出门干啥？”我说：“我出门去高考。”所以我不感动，但同学们都哭了，都热泪盈眶了。然后这个讲师看气氛到了，他要随机抽一个人上台，给妈妈打电话说我爱你。我说这个我知道啊，这不真心话大冒险吗？抽到小雨了，小雨就上台打电话开始免提，他说：“妈，我爱你。”给他妈吓坏了。他妈说：“儿子，你搁外面杀人了。”小雨说：“啥呀妈？我这个是誓师。”你杀老师干啥呀？老师也是人。打完电话不让小雨下去，让他在台上喊自己想考的大学。小雨在台上，我要上北大，我要上北大。台下很多人嘲笑他。朋友们，嘲笑别人梦想这种行为，我是很喜欢。我说你昨天想上的不是北大，你昨天想上的是网吧底下就是都在嘲笑他。但是那个讲师突然又喊了一句：“高3的将士们，全体都有，我要上北大。”所有人失去理智了，就都在那喊我要上北大，给我吓坏了。你们见过800个范进一起中举吗？而且范进是中举之后才封的呀，还没高考呢，是不是封早了？早高封。那喊的我都怀疑自己了，我说喊不会真有用吧？给那喊的教学楼里高1高2的也怀疑自己了，说学长都要上北大，现在清华这么不堪吗？咱们只喊这个最好的学校，稍微差点学校没人喊，阜新工业学院没人喊，就喊北大，上海交大没人喊，
上海交大咱们考不上，但是咱们也看不上。啊，咱们就喊这个乱喊，反正也没人当真。但校长当真了。在一声声北大里，我们校长逐渐迷失了自我。我看校长在台上那个状态，哎，我在哪？我是谁？我是不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给他喊的热血沸腾了，在台上开始擂鼓，搬一个大红鼓就敲鼓，边敲边喊，说王侯将相宁有种。给我看懵了，我说校长是不是要造反呢？啊，真卖力气啊，出一身汗，把那个西装外套都脱了。我一看啊，不想穿西装了，想穿龙袍。当时我以为百日誓师完全没用，但是没想到呐喊的力量真的很强大，它对成绩的影响立竿见影。那天下午英语考试，听力我一个没听清，我耳朵快聋了。我因为脱外套着凉，第二天校长感冒了，先帝创业未半，上呼吸道感染。高考出分那天，小雨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们学校那届800人里，考上北大的一共也只有0个人，没人考上，因为上北大得考到全省前50，这在我那个小县城太难了。我们县上次能考全省前50的人是个秀才。这个是应该鼓掌的啊，你们可以鼓掌。有人说我这个段子价值观不正确，他说高寒，那你那个意思就是小人物就没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了呗？是，不是啊，不是，我想说的是，不要追求别人强加给你的梦想，你要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就像那天他们都乱喊，只有我喊自己真正想上的学校，他们都在那儿我要上北大，我要上北大，只有我在旁边我要上霍格沃兹。讲到这，谢谢你们。哎呀，干的！来，各位，高寒的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高寒。高寒从这一季开始，先是从养鸡王子，然后沦落到穷人，今天呢就摆出一副就是看透了世事的样子啊！对对对啊！高寒身上有一股需要正骨的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劲儿。他特别好玩，他每回都能那个就是挑衅大家，就是总说一些你们就会这么想，但是我就不这么说。我看你们怎么反应。就像刚才的爱迪生和国家电网，对，好多好玩的地儿啊！而且明明是比赛，但是永远一副赖赖唧唧的，像是被别人硬拖过来的。哎，对，老感觉身边有蚊子，老得轰啊，来啊！但是他就这样啊，对，很好玩。刚最开始说他们评价您是又欠又怂啊，不知道啊，谁让你这么评价呢？多厉害！因为这个有人，那个人已经不是人了，好吗？就是对，就有人不是我。我只评价你欠而已，没。我们现在假设啊，有人评价你又欠又怂，你听到这样的评价，你觉得准确吗？我主要是怂吧，什么又欠又怂？我是又棒又红，这是厉害。我是觉得对高寒的评价就在灯上吧，因为他好像不是特别习惯被人夸的那一挂的人。也习惯，我是表面不习惯，但我心里高兴。真的啊？对，其实很多人都这样，一副特不屑的样子，但你要夸他，他心里。对，我觉得高寒跟那个孙中恒他们都是那种一被夸就感觉局促不安。因为他怕别人夸的不全面嘛，对不对？希望能夸得更全面点。我一直很喜欢高寒这个范儿，就是那种外表是很放松，他内在其实也是松弛的那种感觉。就他好几回都是他那稿里都有一种，我能说出这种，只有我能说出这种东西的那种感觉啊。他有个小劲儿啊，对吧？是吧？是不是有一股那种劲儿啊？但他好像听困惑了。他本身长得就困啊。没有，我听的受益匪浅。受益匪浅。我讲的挺赤，但我觉得
高寒演的可以，然后其实给我挺大信心的，我就觉得可以放开了演。他担心我拖后腿。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就算你演的不好，我也能把你捞回来。对，上台前原话。对，我当时太紧张了，我脑袋里觉得处理不了了，我就没想。他一直在背词儿。我说嘀哩咕噜说什么玩意儿？好不容易给个招，没吃着。来，再次掌声送给高寒。高寒休息一下。要和高寒对抗的这位朋友，大家觉得很熟悉，从大山走到城市啊。哎，你去那儿有座。然后跟我们分享过他的原生家庭，分享过他各种各样的生活山里山外。让我们掌声有请 Echo。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谢谢。大家都知道哈，脱口秀呢是一门冒犯的艺术，演员都很冒犯，但是你们，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有时候你们也挺冒犯的。因为去年节目播出之后，我收到一条网友的评论，他说 Echo 这样的女人啊，看起来很高级，其实没有钱，破防了。他说对了，我没有钱。这么多年逛商场，我都只逛得起负1负2楼，真的，我都害怕，我害怕以后商场越修越深，人还活着就下去了。有时候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可以在商场的负1负2楼过完自己的一生，我饿了就吃大米先生，我渴了就喝沪上阿姨，我这辈子就靠这2口子。当然了，有钱人也要去地下，他们的车会停在负3、负4楼，然后停完车坐电梯，经过负2楼、负1楼，1楼5秒钟，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其实我的梦想是能够在1楼自由自在的购物，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只能去负1、负2楼买平替啊，因为我真的舍不得。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想要买水果耳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走在路上，看到风吹起路人的头发，露出耳朵黏的膜，高级的白色，我都会多看它2眼啊。后面我自己也下了狠心买了，风也会吹起我的头发，然后露出我耳朵黏的膜，高仿的白色，我都害怕它多看2眼。你知道，其实没有人在意你，没有人在意你，但你自己戴那种高仿耳机，你自己就会非常的敏感，所以你的肢体语言就会变得非常奇怪。所以你们经常会看到我在那边高仿耳机的外形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直到有一天我一个朋友约我出去骑车玩，然后他在我后面特地嘱咐我说，待会儿我们在马路上骑车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你一定要记得关降噪。降噪？什么是降噪？我当时真的不燥哎，就嗨，什么玩意儿？我太尴尬了，我只能缓解尴尬，我就假装拿出手机出来关降噪啊，操作了一通，自拍了2张。很多东西藏不住，很多东西真的藏不住。有一天坐我旁边的同事，他跟我说：“你是不是换新耳机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现在听歌我都听得到。”那一刻我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也是那一刻我的世界真的降噪了。没钱，但是想要高级，我发现一直是我的生活状态。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还珠格格》，看得特别入戏。然后住在城里的姑姑暑假回来看我，她从我身边路过的时候，一阵味道飘过，我差点叫出来说：“香妃。”它真的好香啊！不过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是城里人会喷的香水。当时才10岁的我决定做一瓶自己的香水啊。前调是我自己摘的茉莉花，中调是我自己打的山泉水，后调呢是我最后全都扔掉。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因为那花泡在水里它是会腐烂的啊。A 科5号研制失败。但还好，后面我决定去镇里的小卖铺买它的香水。
那个农村里面卖香水太奇怪了，那瓶子特别奇怪，我分不清是香水还是白酒，感觉不是买了1瓶是打了2两。我买回家一闻，真的太刺鼻，不是香妃用的是这款吗？感觉香妃用的不会招蝴蝶，但一定能杀虫。我都怀疑香妃可以拿它直接当防狼喷雾用。50米内皇阿玛绝不敢近身。香妃，朕来啦，朕走啦。我真的没有夸张，香的我头昏脑胀哈。我觉得那瓶香水我再闻一下的话，我命都没了。如果闻完了我命都没了的话，那真的是闻香死女人。那是我有意识以来第一次想要模仿别人的味道，我感觉我想掩盖我身上的某种味道。那我身上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后面我看了电影《寄生虫》，发现有人把这叫做穷人味儿啊！穷人味儿，天哪，多么刺耳的语言，穷人味儿！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刚才闻了一下，现场是没有穷人的。我好像一直想要掩盖这个味道，所以从大学毕业出来的第1年，我就买了跟我姑姑类似的香水啊。过年回家之前特地还喷了一下啊。我妈觉得很奇怪，她凑近我闻了一下，说：“怎么回事？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我也很难解释啊，但我知道是我自卑犯的罪。真的，朋友们，变香是一种特权，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啊。之前我给我大姐买过一瓶香水啊，几年过去她都没怎么用。我都不明白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她其实已经在县城里面结婚生子了，然后她老公是做门窗的。她老公刘仁成呢，有一天就没有开玩笑，我姐夫真的是做门窗的啊，他会带着我姐姐出去干活。我很难想象我姐姐喷了香水，跟我姐夫说：“哎，老公，你今天上门安装，我全屋留香。”这一年终于攒够了一点钱，去年上的节目攒了一点点钱，我发现我可以不用只是逛负一负二了，我也有勇气走进1楼了，甚至我有了一些拒绝的底气。有一次我终于走进了1楼的一家专柜香水店啊，看上了一款香水，然后我跟这个导购员说我很喜欢。但是太贵了，我买不起。本来以为这个导购员给我翻白眼，结果他特别激动说：“姐妹，你好勇敢，真的，你买不起竟然敢直说。”我说：“姐妹，你比我更勇敢，你竟然敢直说我买不起。”谢谢大家，我是 Echo。来，掌声送给 Echo。热的呢没有吗？抓紧最后的投票时间，来 ，Echo 锁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 Echo。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可能很多女孩会有小时候那种共鸣。自己做香水，我小时候自己做过涂的红指甲油，因为看电影叫《城南旧事》，里面那个女疯子用什么花的那个花瓣加什么明矾，指甲花加明矾。对啊，我因为小找不到明矾，我忘了用什么东西，就总之每个女孩都有过类似的，就是你尽可能接近美的尝试。拿布一裹所以我觉得他描绘了一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追求美的那种场景，我是还很动容的。Echo 为什么在第3赛段来选择这个内容来讲？因为去年讲了从大山走出来嘛，然后我觉得城市里的生活其实是我新的开篇，所以有非常多关于贫穷的一些素材。可能我也会觉得男生的贫穷跟女生的贫穷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说，你能不能去探索一下我真正的生活里面的这些贫穷的时刻？所以就觉得香水想要变香，然后夹耳机想要过上水果耳机广告里面的那样的生活，好像是我一直很期待的，所以就想写这2个题材。鸟鸟老师从编剧的角度，因为我和 Echo 关系自以为还不错，所以自以为是怎么了？我觉得 Echo 表演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即便在铺垫的部分也特别吸引人，然后我仍然觉得 Echo 的内容很有特点，就是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洋气穷鬼的赛道。是啊。Echo 是一位有舞台魅力的脱口秀演员。对啊，当他在表演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自信、光芒。再次把掌声送给 Echo， 同时高寒回到场上。在高寒和 Echo
2个人的表演全部结束之后，让我们来看一下高寒啊，高寒和 Echo 最终他们得到的票数是。高寒253票，领先状态，所以请2位回到等候区，我们要看完下一组演员的表演，综合分数之后，决定到底哪组能够顺利晋级。今天选的是我自己成年之后或者小时候一些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我觉得好像在我的段子里面，我一直想要去掩藏掉、去除掉身上的农村的味道，或者说来自我家乡的味道，我就一直很讨厌。但我一发现，其实我所有大部分的题材全是来自于那个地方。其实我早就想把初心忘了，结果就是做脱口秀，怎么又把这初心捡回来？我会觉得说，选择我出现在这个舞台，然后去讲这种大山里面的故事，我觉得就是老天爷让我来的。我个人会认为我的故事还是值得出现在这个舞台，但是可能大家不太喜欢或者不太接受，也是我在我的预期范围内。